哎，别那么匀上，让它四周围，哎，好。古法蒸五常鱼，武汉好久不见。都有什么食材啊？你看看啊，黄花、木耳、红枣，红枣蒸的时候必须加点肥膘。啊，我们过去是加网油，现在咱没有了啊，咱就使点肥肉片将就将就啊。你先搅着鱼，哎，看看啊。其实按你说，这还缺道工具呢啊，得烫一下，烫一下。哎，我知道，今儿咱就不烫了，不烫啊，修理修理就行了。我先给改刀，先把这个鱼头给它拿掉。好，今天做的菜是老菜，老味道的古法蒸武昌鱼。对，但是我们这方法要搁在其他菜系，我们就是新方法，是吧？就是借鉴其他菜系的这个特点，是吧？对，先给它腌一下，盐、胡椒粉、葱姜、料酒，搓匀了，这没问题，可以了。入了味儿，把盘拿过来，还得切切。这个呢再加合适，便于食用。对，摆成扇形啊。这不就行了吗？这不就孔雀开屏了吗？肥肉片啊，给它搁两片。哎，漂亮啊！啊，借点，哎，这样这点肉片的香味儿。就是从家那儿给挑出来，该调那个汁了吧，师傅咱们。黄花整几点，够吗，师傅？这够。师弟，这都弄好了是吧？啊，弄好了，里边都什么？枣、木耳、黄花。嘿，这个菜营养丰富啊，师傅。对，而且跟这搭配的也好，荤素搭配。要说古法呢，然后咱调蚝油呗，蚝油，有一勺啊，蚝油再来一勺就行。再来一勺蚝油，好，胡椒粉，别太多了啊。搁点糖吧，是吧？糖来一点儿，来一点点，千万别多啊。对，那是糖提鲜的。对，来点料酒啊来，点料酒，哎，来点豉油，正好来点豉油。多来点没事。好，粉子抓匀了，对，为什么加粉子啊？哎，它这个加完粉子以后，它那个汁儿就凝固了。再来点粉子，哎，对，好，来点葱油一拌急了啊。对，好，很漂亮啊。哎，得放在上面，让它铺开了，蒸蒸就行了。对，这时候呢，你看啊，这葱油为什么有蒸完不润呢？一个是亮，第二搁点油还锁住水分。对，增香啊，去腥。哇，看看，好，就是准备好了，这就对了。对，接下来就该蒸了吧？对，现在闻着就香。那还用说啊？今天有师傅跟这个梅哥给站脚助威，我心里更有底了。这道菜专门走宴会，走宴会的菜，接待外宾啊。对，古法蒸排骨、古法蒸鸡都行。因为它也既只保持了食材的新鲜味道，又借助了一些辅料的味道，都好吃。拨开了，咱们准备蒸拨开了，必须得旺火蒸啊！上锅喽！上锅喽！蒸完了再浇点油，对，一呲，好，行了。嘿，咱家里的火必须大火啊，旺火速成，10分钟。这边蒸着，咱喝点水去。师傅喝点水。好，哎，师傅歇会儿。好，时间到，噔噔噔噔，嘿，非常漂亮啊！来，哎，这怎么看不见这个？来，这样行了。啊，好，大一人看熟没熟？好，熟了。好了，一道美味营养的古法蒸武昌鱼出锅了。葱姜调入去，我来说，我来。哎呦，鱼还真漂亮，加上粉还肥亮，对真香还。香，葱油，对，这葱油好。把汁儿给它倒一下，底下那个就不要了。加点刺儿油，淋点鱼汁啊。没问题。好，好了漂亮啊！嘿，开下火，准备呲油啊，葱姜丝撒上，来点胡椒粉，好，来，二合油，二合油，香油对，，倒点香油，葱油加香油，对，古法武昌鱼，温度得够啊！平地一声雷。往中间呲。哎，嘿嘿，再给来点汁儿，啊来点豉油，顺着边上。好，好喽，好喽，哎，再来点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满锅的烟火气，哎，顺着边上，哎，看这鱼汁的味儿，这香。香，哎，别那么匀上，哎，别那么匀上，哎，让它四周围，哎，好，这个菜啊，这之前我跟小魏啊一块儿啊，还有包括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师兄，对，就说一定要
把这菜做成经典，是吧？因为武汉这个疫情马上就结束了，是是吧？我们要把这份爱献给武汉人民，对啊，作为我们厨师，是吧？就尽我们的所有的这份心思，全倾注这份菜上了。我们有木耳，有红枣，有黄花。黄花呢叫忘忧草，忘忧草吃完了以后心情愉悦。嘿，我们战胜了疫情，是吧？为武汉加油，为中国加油！对，这话说的太感谢师傅，感谢梅师兄啊！咱们开始尝尝吧。我在这儿闻呢，啊就这个香味儿啊，扑鼻，香气无比，而且呢，一下就想到了20多年前跟师傅在天龙湾酒店的时候啊，出道菜。那时候我还年轻呢，是吧？这一晃60多了，这个菜我就不用评价了，是吧？能把20多年前到我们这份心思能够传承到现在，师傅足矣，是吧？咱们要做菜，是去用心做，搁到今天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这道菜依然不落后。对，所以说我希望呢，用心把这份情感的东西给传承下来。比什么都重要。尝块鱼，再蘸点汁儿，然后还得蘸着黄花木耳吃。对，真的好呀！又鲜又滑，又有回味。武汉好久不见，中国加油！黄花木耳蒸的比这鸳鸯好吃。我是大爷，我是二白，我是三叔，我们是老饭骨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老饭骨 YouTube 频道。我们老饭骨组合就是教大家做菜，传授一些精湛的小厨艺，教大家喜欢。希望全球的美食爱好者喜欢我们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亮我们的小铃铛。同时在这里我们祝全球的华人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